手机屏幕导电吗？答案是不导电。如果导电的话，会在万用表上显示它的电阻。但是我们发现可以用导体滑动屏幕，而绝缘体却不行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是现在市场上贩售的大部分手机使用的是电容屏，通过手指靠近导电图层形成电容，屏幕下的导电图层通过感应启动方式感知带电物体的靠近，并把相应的坐标报告给处理器，这样手机就知道我们点击屏幕的位置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层导电图层就是既透明又导电的咯。真的存在这样的物质吗？动动你的小脑袋，看看周围，会发现好像导电的物体都不透光，而透光的物体却都不导电。这是因为在微观上，透光需要整齐排列的分子结构，而导电需要自由移动的电子。那么，有没有可能我们只取一层很薄的导电物质，让光也能强行通过呢？我这里正好有一台机器可以实现这个操作。那么从现在开始就不是你在别的地方可以听到的云分析了，我们就来试试能不能真的做出既透光又导电的材料了。这边有半导体氧化锌，这个黄色的是铜，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一块是银。看到银和铜，它们虽然都是导体，但在实际操作中也不能一味的追求导电性而放弃了透光的能力，而去选择这两种原子核老大电子乱跑的金属。所以我通过掺杂两种半导体形成一种非晶态的结构，来平衡导电性和透光性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还能在视频的描述栏或者评论区看到有幸发表的论文。前面提到了我要做的这个物质很薄，它的厚度大概是纳米级别的。那么这个1纳米是怎么测量出来的？可以参考我的另一期视频。所以它的存在必须要附着在玻璃片上。这些玻璃片虽然是新的，但是表面可能会有一些微粒，所以我们要用超声波清洗机把它洗一洗。这个清洗的原理和眼镜店里面洗眼镜是一个道理的。利用空化效应让水分子高速撞击玻璃表面来除去污垢。因为刚刚那个水里面是加了清洗剂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要用清水把清洗剂洗掉。用自来水洗可能会引入一些杂质，但也不是不可以接受。又有谁能挡得住快的诱惑呢？而且这个样本的精度也没有很高。洗完之后再用氮气吹干，然后再放到烘箱里彻底烘干，保证表面一个水分子都没有。接下来这个迷惑的步骤是为了测量厚度准备的，我也专门做了一期视频讲解。然后就可以放在实验仪器里面准备镀膜了。这个实验仪器咱们刚刚也是见过的。因为底下的这个盘子是会转的，所以要用胶带贴在底下的盘子上。这个胶带竟然还挺贵的，因为要在高温下保持粘性并且不收缩。这个仪器的工作原理是用阿尔法粒子轰击固体，把一些原子或者分子从固体中轰击出来，然后再用玻璃片接收满天乱飞的分子或者原子。所以我们不希望整个腔体中有空气。真没想到我的小手机对焦竟然能这么差。花了1个小时抽真空，然后关闭真空泵，通入氩气，并在两端加上电压，这样氩气就会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变成阿尔法粒子和电子，让其中的阿尔法粒子去轰击放入的固体，固体表面的一些分子就会被击打出来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光是等离子体。现在操作电脑进行一些步骤，让底下的玻璃片一边转一边被打，这样子打得均匀，并且定个时，这样可以控制表面物质的厚度。等这边的电脑操作完之后，再看一眼玻璃片它们有没有乖乖被打，就可以回办公室睡个午觉什么的。经过40分钟的轰击，表面已经有一层薄薄的物质了，可以拿出来先看一下透光性怎么样。
还是比较透明的样子。因为表面的物质很薄，用手一抹可能就没了，所以可以用这种不会掉渣的纸包起来，然后放到小盒子里。经过长途跋涉回到我的工位，便有了一开始的那一幕。可以看到，在这个量程下，它的电阻还是很小的，所以用中学学过的不断调整量程来获得最好的测量结果。没想到它的电阻这么小，竟然可以跟硬币在同一量程中测量出来。量表比中间这一段的电阻大概是28欧左右。既然你都看到这里了，看起来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，我就仔细说说这个实验究竟在做什么。正如视频一开头说的，我们实验室在试图寻找一种透光性、导电性都比较好、成本也不高的材料来做手机屏幕的导电层。探索总是非常艰辛的，这种玻璃片我们实验室已经有几千片了。对其物理性质的测定也不是用万用表吧唧一戳，或者用眼睛看看它透不透光，而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分别放到不同的机器中进行精确的测定。这块大的是用 XRF（X-ray fluorescence） X 射线荧光光谱技术来测量组分的，结果大概长这样。每种元素对应一个峰值，峰值的高度说明了这个元素所占比的多少。再切两片小的，分别用来测量导电性和透光性。当然，因为测量的过程不会破坏样本的结构，所以用同一块测量导电性和透光性也是可以的。现在玻璃片一面有镀膜，一面是玻璃，但是因为玻璃很薄，所以很难看出哪面是镀膜的。有一种办法是在玻璃那一面刻一个没有对称轴的字，这样看着习惯的那一面就是玻璃。然后把它们放进盒子，写上编号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。先来看看透光性的测量。首先把玻璃片放在小灯泡上，下面的小灯泡会打一束光上来，穿过玻璃片还剩多少会被上面的传感器吸收。把这个黑不溜秋的盖子盖好，避免环境光影响数据。这个是上一组数据，测量没这么快哈，我们点一下开始。测量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的原因是因为这里用了从200纳米到1600纳米不同波长的光分别进行测量。从结果上可以看出来，在大部分可见光段，这个玻璃的透光性能还是非常好的。看来透光性不错，那导电性怎么样呢？之前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到底是粗糙的，两只手离得近一点或者用力压一压，都能影响测量的结果。测量首先需要把这片玻璃连入电路，我打算用铟，一种电阻很小，而且硬度也很小的元素。但它到底是个金属，硬度也没那么小，还是好难揪下来的。揪下来之后放在玻璃的角角上，一会儿接上电线，这样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导线和玻璃之间的接触电阻。一会儿我打算戳4个点，因为这样可以更加精确平均的测出整个面的电学性质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一下 4-point probe method， 这是一种用来测量一个很薄的面的电学性质的测量方法，非常适合我这个样品。你猜这块铟有多贵？不贵，就$10左右，而且用了5年都没见它变小。毕竟咱真的揪不下来大块的，当然实在揪不动了，可以捡边上掉下来的小渣渣。虽然氧化的会有一点点严重，但是真的揪不动啊。
看我执着的再揪一个。这样轻轻的放在上面肯定不行，接触面积还是很小。因为这种金属很软，所以可以徒手把它压得扁扁的，这样接触面积就大多了。那么这样就算是做好一份水果披萨了。我上次看见我隔壁可能快毕业的博士的抽屉里有几百份，好可怕啊！你看这小玻璃片好像有一点点黄黄的，如果拿来做手机屏幕的导电涂层，会不会看什么东西都是黄黄的呢？完全不用担心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的颜色了。那么只需要在显示画面之前减去这个颜色就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个玻璃片放入霍尔效应的实验仪器里面，再把4个针脚分别连上我们刚刚粘的阴电极。可能我看起来做实验笨笨的哈，那是因为我还有一只手要举着手机拍视频，我平时做实验没那么笨。对这4个电极，不光你们看着揪心，我怼着更揪心。不行了，我要加速视频了。按一下这边的测量，就可以看到福安特性曲线，这个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高中学过的。之后就是一些步骤用来检测它为什么是导电的，因为它是半导体，它用的是电子空穴来传输电子导电，所以要检测一下这个电子空穴的密度有多少。可以用磁场来辅助测量，所以可以看到有时候会用不同方向的磁极来辅助测量。所以呢，总体上是通过混合不同的材料来获得最好的导电性和透光性，使得手机屏幕又方便点又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但愿在我的小伙伴和我的不懈努力下，我们可以用上更好、更便宜的手机屏幕。